在上个赛季，这个英雄已经超级的强了，职业联赛也好，高端排位、低端排位，什么排位他都是无敌的存在，你能秀起来就秀到吧。可是传说官方说不行，你 T0吗？我还要再改强，把伤害直接提高了一个大档次。到底是谁？没错，就是我们的兰朵。这次我们秀到核爆，把对面刷到40多%的输出，20杀，全队我们在输出，我们在杀，节奏带起来，把对面的甲虫瑞克我们切不动，把对面直接吊打了。到底新版中搭配什么阵容，我们出装才可以做到这么的夸张呢？好好享受吧。多教大家呢不用学费，可是呢，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，大家，你小小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，对，就是你哦，小兄弟。本节目由湖星赞助播出。Hi everyone， 我是 Matt Team 的我，这次带来的是新版本之中啊，几乎是最强英雄之一的兰朵，还再度改强的实战解说。其实兰朵这英雄啊，在上一个赛季、上一个版本他就不弱了。那在现在这个版本之中，传说官方有这么好的吗？这么好康吗？把他还要改强啊！原本就已经很厉害的英雄啊，那为什么赛季初的时候很少人用？原因啊，只有一个，就是大家对他的不熟悉。其实这个英雄厉害的不得了。一开始我们呢很注意哦，对面呢有入野的状况，果不其然，没有人帮我们顾红的这状况之下，红野被偷没有关系啊。那兰朵这个英雄，你不一定是要4等去 gank， 好吧？你偷我们 buff， 那我们就趁你在拿 buff 的时间呢，你们想3 buff 开，我们就去切一下你们的凯撒路。用到兰朵，在现在这版本改强了什么啊？印记的伤害太夸张，是大幅的改强了。原本呢150每击加8，然后呢再加 0.3 的一个物理攻击，现在呢160基础伤害，每击加12然后物理攻击加0.35，那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啊，实际上很有感觉的，真的是大概高了30%左右啊，这个伤害，然后把对面的这个瑞克呢直接给拿下了。那越塔这个时间点呢，其实刚刚我们的血量已经不太好，不过没所谓啊，你还是可以越塔的。不过有佛罗伦来越塔会比较来得好，时刻注意对面的打野在哪里，因为你这里你要拿古龙啊来回血。让自己不要回家的话，就要很注意。那在现在这个版本，你要用到兰朵怎么出装呢？它最需要你去用的一个位置啊，你走魔龙路没有不可以，你走凯撒路那就是一个套路啊，因为要去克制某一些英雄啊，比方说那个弗洛伦，你可以跟他花里胡哨飞来飞去来走凯撒路。可是你在这个版本之中，你想要用它来打出最精华、最精髓的打野吧，这个英雄它的整理野区速度在这个版本可以说是很夸张的啊！前期也好，后期也好，一技能起手看到对面有个雅各尼之握，你就要往回拉。很多小兄弟都问我这个英雄的连招到底是怎么样？那我告诉大家，这个英雄呢，他没错有连招，可是千万不要死记硬背。看到呢，在这个L 草附近有集结卢米亚大招开得很好，我们就可以一手推。你想撵我们再来手一技能，这里他有踩了，感觉快要有踩了，我们就马上往回拉，不然这个血量可以秒我们，收他不用急这里我们还能够再越塔，然后乔日兹想圈我们2技能，你又用个蝴蝶飞来飞去就可以了。这个英雄怎么抓？这一把我们拿到40多%的伤害，收了20颗头，大家20颗头几乎全部人头是我们收，而不单单是收割，而我们是作为主要输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几乎全部都是靠我们一个人输出，一个人来然后输出完来收，而不是尾刀而已的感觉。血量不好，那你就不要去先进场，把红 buff 给拿掉。大家很多小兄弟要知道，你没血的时候打野不用回家的，透过小野怪来回血。那看到呢中路集结一技能先起手，没想到瑞克蹲在这个
位置，没关系。我们这里看到看到对面的科尔纳斯把他人头给收掉之后往回拉，然后不断的打双杀，然后把对面的凯瑞兹最后也一并收掉3颗人头。很多小兄弟都说，那你这个版本之中需不需要出到破防呢？因为我们是打混伤的英雄嘛，可以打魔伤的。答案是需要可以出你不出也可以。你出的话，在最后补一个天虫云之刃，像我们右上角的出装图就可以了。其实前期的话因为我们的魂伤的关系你在1等的时候就能够打出这个巨额的魔伤，即便你是一只伯顿牛魔王朗博，你也扛不住一手一技能往后拉，不断的输出对面这个时间点呢，把我们卡芬尼给收掉。小兄弟们呢，这一把呢感觉有点糟心，不过也没有所谓，窝呢会尽量凯瑞大家做好自己就好。看到呢上路有集结这里呢我们直接呢大招就往后拉了，然后不断的输出收掉对面的卡瑞兹，再把对面的亚格尼之握小兄弟给收掉，再把特尔安纳斯给收掉。这个甲虫你是追不上的了，因为这个时间点你还没有大招。那这里呢对面瑞克想要去抢我们的想要开魔龙勾出来吗？没有用的小兄弟，我们这里就知道你们都在这边，一手2技能往后拉，这个是你7进7出的方法。小兄弟们全部都被收掉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把对面2位英雄直接给反杀了。这个英雄你要抓他，我觉得你要比抓纳克罗斯、莫拉还要难。而且我们是打远攻，你纳克怎样莫拉怎么样？莫拉还好，因为你大招有时空杀阵。可是你纳克罗斯你要进场这里小兄弟这个蓝 buff 没关系啦，给你了就好了。可是怎么样拿呢？没有不太有用这里你拿的话，刚刚说到纳克罗斯嘛，因为纳克罗斯你怎么都要去近战。莫拉你还可以说一个时空杀阵就刷起来，不一定要近战。那我们兰多那就更好啦，你根本就不需要打近战，不断的像莫拉纳克一样的位移，可是你不需要跟对面黏，对面怎么抓你呢？要抓你大招扣着就行啦。这里直接那么多小兄弟哇，把对面这么多人头就收掉。他没有往前的话，我们呢就也没有所谓。如果刚刚往前，我们直接一个大招把他直接控制了。然后把对面3位英雄直接给拿掉。这个时间我们想要去做凯撒，马上呢不断点啦，小兄弟过来打凯撒。没有的话，这里黏到我们，那么往后一拉就收掉，轻轻松松，看似轻松，其实大家玩这个不是兰朵这个英雄呢，你就要很会。7进7出，什么叫7进7出？就是进了场又要退场，进了场又要退场，不断的玩拉打。这个时间我们把凯撒拿掉，不要浪费时间，节奏带起来。你这个英雄其实呢，我觉得伤害不需要提到那么高的其实也是蛮好。可是你提的那么高的话没错很有用，可是更有用对这个英雄的是什么？是你2技能。可以像公孙离大家如果知道他在王者原本是公孙离其实2技能如果能够挡掉飞行物件的话，对于这个兰多来说是很有用的一个东西。那没有也没有所谓。这里对面想要去偷个龙没有想到全部人蹲在那边，这么的好玩没有所谓多人混战，把对面的卡瑞兹收掉，不断的打雅格尼兹沃嘛，我们救我们的小兄弟，把你给收掉之后呢，中路有个边线先整理，然后看到瑞克想要进场收割想要去切我们，没有法子你这里把中路的外塔直接给拆掉。回首看一下蓝 buff 还在不在这个瑞克小兄弟想要拿掉的话，也是蛮正确的一个观念，不让对面的打野或者甚至是法师来偷掉也可以。这个时间你想打我们一手大招推你，把你人头给收掉。那在出装方面，我们会出到刚刚说嘛，一开始我们出的打野就用打野弓就好了你打野刀可以，可是打野弓最大，因为被动的关系我们可以用到。
打野刀的话，你用不到他的被动啊，近战才能够把对面的这么多小兄弟不断的打，一手大招打上去，不断的打，不断的点，然后不断的秀3位小兄弟，就把你们给收掉了。刚刚说到嘛，你连招不要死记硬背，可是你还是有一点连招是可以用，比方说啊，大招起手啊，然后第2段跟上，然后1技能再突进。之后你才使用你自己的2技能、1技能，这些就是你最远距离的一个接法啊。那如果你是希望普通的话呢，就1技能进场，然后3技能推人啊，然后不再2技能，中间呢就塞普攻啊。那看到对面，我们先把蓝 buff 给拿掉之后呢，看一下这个魔龙啊，没关系，这里直接拿。肯定有人在蹲啊！经过刚刚的一个，就知道你们的尿性了。直接一手大招扣着，就知道你要切我们了，小兄弟！推开你，风筝你，把你人头就这么的收掉。再看到特尔安纳斯这里，哇，他想跟我们切，一手2技能把你给收下。还有一只小兄弟不断的点，我们一点都不怕，一点点都不怕，直接的点 triple kills， 然后。卡瑞兹直接隐形啊！哇，这个小兄弟怎么打得那么凶啊？逃了，变色龙了。刚刚说的我们的这个兰多啊，还有奥义方面该怎么配呢？这个英雄很需要暴击哦。你既然需要暴击，我们呢在奥义方面会塞到5暴怒、5觉醒啊，然后呢中间是5精灵还有5罗翠啊，然后全部龙爪。然后魔文方面呢，死亡诅咒对我们很有用。那在小魔文方面呢，塞一个有暴击的，那就使得这个兰多更容易有暴击。这里我们技能都没用啊，把对面的甲虫就直接给收掉。想要切你就用大招推开人就行了，还继续哇一个瞬移过来，我们可是有2条命啊！小兄弟不断的点2技能，直接来一手嗜血攻，不断的点回到去差不多又满血的状况，不断点，不断的粘，不断的秀花里胡哨代表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兰多了，怎么老是说成朗博了？这里把对面的5位英雄直接给收掉，全部英雄都收掉，把中间的高地直接拆掉之后20杀了各位小兄弟，把对面主宝直接拆掉，赢得这场游戏胜利。他适合搭什么英雄呢？在这个版本之中，美纳克莱斯为我们的制造出输出的一个开团环境。那他会压制什么英雄呢？艾米丽，还有就是娜塔亚之类的英雄呢，我们都可以很好的风筝他们，贴脸不到我们大招，我们可以飞走。那会被什么英雄给压制呢？就是艾瑞直接吸我们飞不起来。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维拉，他如果锁住我们对面就可以马上给输出，而且我们没有仙灵的话，很容易被他收掉。感谢收看，我是 MyTeam 的我，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点赞和分享哦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了个拜。